大雄意外收养了一只流浪狗，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阿姨。可是随着流浪狗越来越多，大雄决定将它们送往3亿年前，并和阿姨许下约定，明天一定会再来找它。但没想到这一别就是1000年。大雄。第二天，蓝胖子训斥大雄不应该私自动用他的4次元口袋，可木已成舟说什么都晚了，便同意了随他们一起去找阿姨。然而时空隧道却出现了万年难遇的时光虫洞，几人肉眼可见的持续老去。幸好蓝胖子调节时光机，才使大家恢复到原来大小。等他们到达的时候，时光机显示他们整整迟到了1000年。镜箱指向前方，四处可见的楼房和汽车跟他们生活的城市并无异处。这时走来的猫猫狗狗除了穿人的衣服一样行走，竟然还以人的方式在交谈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只过了1000年就进化到这种程度，大雄想起会不会是因为进化退化光线抢遗留在那儿的关系？1000年的时间，阿姨肯定已经不在了。可他们许下的约定，大雄始终铭记于心，祈求蓝胖子快点修好时光机，回到1000年前。看着时光机丢失的零件，蓝胖子有力使不出。不过以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，应该可以找到他们所需的零件。在此之前，大家需要佩戴上猫狗耳饰，这样就可以变成这个世界的人。周围的一切和他们城市并无异样，红绿灯、汽车，还有擦了就能快速长毛的广告，繁华的程度不亚于首都东京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众人走进了一家名叫山猫轩的饭馆。这里的食物均是由水和空气生成的小球藻制造出来的。蓝胖子一口便吃出这是被改造后的。大雄想起时空隧道出现的时光错乱，这个就是在一个时光隧道和另一个缠绕住，所以他们才被卷到了1000年后。突然饭馆关闭了灯光，一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猫妹妹从天而降，大大的猫眼睛，樱桃小嘴，悦耳的歌声，夏咪是她的名字。山猫轩金牌歌手。蓝胖子恋爱了，将自己珍藏已久的气色灵送给了对方，还有心爱的铜锣烧，介绍自己是来自22世纪的猫型机器人。因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，夏咪只能返回台下。陷入恋爱的蓝胖子锲而不舍地追了过去。就在此时，有狗直接抢走了夏咪手中的气色灵，还好胖虎和小夫堵住了小偷必经之路。然而小偷并不打算束手就擒，后面来了一位和胖虎体型相符的大狗，帮助小偷成功逃离现场，可还是被蓝胖子他们堵在了巷子里。这时打鼓剑接应自己的人到了，直接将手中的气色灵扔向了栀子。生气后，蓝胖子拿出念力眼药水，滴在眼睛上后集中念力，那只名叫栀子的狗狗腾空而起，直接和蓝胖子相撞在一起。掉落的七色灵被出现的另一人拿到了手，殊不知大雄认出了他就是阿一。另一边胖虎的战斗进入到白热化，两人皆因体力耗尽趴在了地上。就在大雄一筹莫展时，小八却把七色灵还给了他，说这并不是诺雷猪，自己并非是阿一。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从哪个地区来的，但他生下来时名字就一直叫小八。想一想，过了1000年阿一不可能在的，原来他们都是孤儿。栀子和父母一起去了猫杰拉游乐园玩，但是只有他们回来了，其余人都失踪了。太郎的爸爸也是如此。栀子的父母是数学家，打鼓的爸爸是电脑技术专家，还有太郎的爸爸在这里的修理厂工作。小八认为其中一定有什么阴谋，他们也尝试报过警，但警察都偏袒猫杰拉游乐园，根本不相信他们。可能就因为猫杰拉游乐园的社长是有钱人，下一任的总统候选人，谁也不敢得罪，所以大家就聚在了一起，合力一起去查要好得多。况且猫杰拉游乐园里绝对隐藏了天大的秘密。打鼓想把他们的秘密告知众人，遭到小八警告不要多管闲事。打鼓询问他们穷的连衣服都买不起吗？栀子指向静香的衣服，这不就是内衣吗？蓝色的狸猫更是衣服都不穿，这是换衣相机。蓝胖子想到在夏咪面前身无遮拦就真是失礼了。夜晚猫杰拉游乐园灯火辉煌，听完夏咪的叙述，社长猫杰让他好好监视这只猫的一举一动。在这本黑暗末世录中有记载，得到机械